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橡皮泥蛇与青筋暴起诚意的信念感染诈骗场，他脖梗暴起的血管像挣扎的蚯蚓，汗珠从下颌滚落，喉结艰难的滑动，仿佛真有毒牙刺入皮肤。可骗场所有人都清楚，那条蛇是橡皮泥捏的。一场颠覆认知的玉戏诞生记。片场花絮比正片更令人震颤。当傅山海释放这场无极仙丹阳丹发作的戏码时，观众看见的是萧秋水诚意饰演中焚身的欲望与克制，脖梗被毒蛇缠绕的窒息感，青筋突起，肌肉紧绷。可镜头外的真相是，橡皮泥蛇由道具组手工塑形，满山粉丝围观拍摄，却无人笑场。程毅指尖掐进掌心，逼出生理性颤抖。信念感是演员的氧气。一位现场场记在社交平台透露，他闭眼的瞬间，片场静的能听见真调的。悲壮美学下的演技炼金术。傅山海的结局被观众称为眼泪收割机。萧秋水没有战死沙场，他在欢呼胜利的喧嚣中安静合眼，功力耗尽，像燃尽的烛火。程毅用微表情完成英雄落幕，瞳孔从涣散到凝固的 0.5 秒特写，嘴角释然上扬的弧度，垂落手指的最后一颤，他让死亡有了温度。某影视博主剖析，现代人肖明明的记忆碎片在临终时闪过，程毅用眼皮颤动演绎灵魂抽离的双重性。江湖背后的现世预言。当观众沉浸于宋明珠被无极仙丹催动的情欲戏时，程毅给出教科书级的反应，跃入寒潭，用刺骨冷水镇压燥热。这场戏成为角色灵魂的转折点。杀手宋明珠首次感知人性光辉。橡皮泥蛇场景同步拍摄于寒冬，程毅冻到嘴唇发紫仍拒绝替身。他在收官长文埋下深意，正直活好每一天，便是当代侠义。这何尝不是对萧开燕野心的回应？当张小晨演绎的角色执着逆天改命，程毅用萧秋水的选择证明，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时代局限后，依然燃烧自己照亮他人。信念感的镜像实验。同期热播的《墨风吟》恰成对照组，哈妮克兹饰演的复仇公主，同样面临要性催情桥段，她选择用仇恨压制欲望。两种表演路径，殊途同归的震撼。对比维度，程毅、哈妮克兹，情欲表达，生理反应主导肢体语言，心理活动驱动眼神变化，道具辅助。橡皮泥蛇触发真实痉挛，无实物表演中药性发作，情感落点，自我牺牲成全他人，利用情势推进复仇。橡皮泥与影帝间只隔着一层信念。表演指导林周评价，程毅把虚假道具转化为神经反射，这是方法派演技的极致运用。绿幕时代的演技悲歌。当特效取代实景，爱换脸威胁替身演员，程毅在英雄制片场的最新路透更令人动容。他跪在碎石的反复长乖自己，为求情绪连贯拒绝装修补伤，左脸红肿仍嘶吼着台词，场务哽咽着拍下花絮。这不是演戏，是献祭。或许某天虚拟演员将占领荧幕，但橡皮泥蛇暴起的青筋永远在提醒，在如今影视特效横行的时代，很多观众常常调侃一句话：演员越来越像绿幕工具人，真真假假全靠后期。然而，当傅山海的一段橡皮泥蛇戏份曝光后，人们才惊觉，真正的演员靠的并不是昂贵的特效，而是骨子里燃烧的信念感。那一幕中，程毅饰演的萧秋水被无极仙丹阳丹侵蚀，身体仿佛被毒蛇缠绕。镜头里，
他脖颈青筋暴起，汗水滚落，喉结艰难滑动，像是毒牙正狠狠刺入血肉。片场的所有人却清楚，那条毒蛇不过是道具组用橡皮泥捏出的玩意儿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假到不能再假的道具，在程毅的演绎下，却成为观众信以为真的窒息感来源。信念感的养成与爆发。所谓信念感，并不是一句空洞的表演术语，而是演员在虚拟的情境中，将自己完全置换成角色的精神力量。程毅的表演，恰好是这4个字的最佳注脚。他不是在假装窒息，而是通过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作用，真的让自己进入濒临崩溃的状态。指尖掐进掌心，逼出颤抖，肩颈紧绷至青筋暴起，这些不是表演动作的摆拍，而是肌肉和神经的自然反应。正因为如此，观众才会被带入那种无法呼吸的压迫感之中。片场的一位场记形容得很生动，他闭眼的瞬间，现场静的能听见真调的。那是一种集体被信念感染的沉默，也是演员与角色高度融合后的真实张力。悲壮美学下的英雄落幕。富山海的收官结局被观众称为眼泪收割机，并非因为故事设定多么新颖，而是程毅用极度细腻的微表情，将萧秋水的谢幕演绎成一场燃尽世的美学。0.5秒之间，瞳孔由涣散到凝固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仿佛释怀一生恩怨，手指垂落，完成最后一颤。这样的分寸感拿捏，既需要演员对表演的极致控制，也需要对角色内心的深刻体悟。有人评价，他让死亡有了温度。这句话点出了程毅的独特之处，他并不是用夸张的哭喊去表现，而是让观众从细微的眼皮颤动中感受到灵魂的抽离。这种以静制动的演技，正是悲壮美学的最高境界。现实预言与角色投射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富山海中的萧秋水不仅是虚构的侠义英雄，更像是程毅本人对现实的某种回应。剧中，宋明珠因要性焚身，被迫在寒冬跳入冰潭，以冷水压制欲望。程毅坚持不用替身，哪怕冻得嘴唇发紫，依旧亲身完成。这不仅仅是敬业，而是他在用身体传递一种信念。真正的英雄主义，是在认清现实残酷后，依旧选择坚守正直。在收官长文里，程毅写下“正直活好每一天，便是当代侠义”。这是演员对角色的呼应，也是程毅作为公众人物的自我告白。荧幕内外，虚构与现实交织，造就了观众口中最有温度的萧秋水。对照实验，方法派与心理派。同期热播的《墨风吟》中，哈尼克孜也有类似的药性戏。与程毅的肢体爆发不同，他选择以内心仇恨压制欲望，通过眼神变化完成情绪张力。两者的差异，恰好呈现了表演流派的对照。程毅依靠生理反应，借助橡皮泥蛇等道具，把假象逼真化。哈尼克孜依靠心理活动，以眼神和内心戏为核心，呈现人物克制。正如表演指导林周所说，橡皮泥与影帝之间只隔着一层信念。这是对程毅方法派表演的最高肯定。绿幕时代的执拗与悲歌。在特效替身盛行的今天，演员似乎越来越像机器。爱换脸，数字人已经逐渐侵入影视产业，仿佛不再需要演员的身体承受和精神燃烧。但在英雄志的路透中，程毅依旧跪在碎石地上反复掌掴自己，为了情绪连贯拒绝补妆。左脸红肿，仍嘶吼台词。他的坚持像是一种逆时代的倔强，哪怕未来虚拟演员登场，真正的表演依旧属于血肉之躯。因此，橡皮泥蛇抱起的青筋，不仅是一场戏的瞬间真实，更像是一种时代的象征。它提醒我们，好演员不是依赖道具和后期，而是敢于让自己成为情感与痛苦的容器。
程毅的表演之所以被观众津津乐道，不仅是因为他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个角色，更因为他在幕后坚持的信念感，让虚假的戏剧变得真实可感。也许有一天，荧幕会被冰冷的数字人占据，但那根因橡皮泥蛇而鼓起的青筋，会一直留在观众的记忆里。那不是道具，而是演员燃烧自己、照亮角色的最好证据。